所以你就想这么多场他都要一直赢，脑力到最后其实都很累了。就是你不能够单说他运气好，一定要有一点技术，你才可以在这么大量的赛局里面然后打上去。他比小智更快得到世界冠军，赢了，他已经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又回到了我们志祺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我就不看稿，改用聊聊的方式来讨论可能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今天是有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小朋友，他得到宝可梦世界大赛的冠军啊，没错，听起来超魔幻，感觉很厉害，但是不知道到底厉害在哪里，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公司的宝可梦大师志祺，笑死，终于等到了，没错，宝可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宝可梦大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爱玩，然后拿到冠军真的很厉害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屏推出了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享有比 cable 啊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屏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油照，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第一个问题，宝可梦大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赛？它这个冠军是真的很厉害的意思吗？我们先说宝可梦的这个大赛呢，它其实有很多种的形式，像是 VGC 就是宝可梦的珠子对战，就是有点像本传里面游戏的对战了，这叫 VGC。再来呢是 TCG 叫 Trading Card Game， 就是我们现在在玩的宝可梦卡牌、集换式卡牌，还有 Go 是宝可梦 Go 的这个对战，还有 Unite 是宝可梦大集结，有点类似 LOL 啊，然后传说对决那样子的一个游戏。此外，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这个宝可梦 Sleep 的对战。好，在这边比赛。那我们再讲到这次得到冠军的是宝可梦集换式卡牌游戏，它是全世界我可以敢说它一定是前3大的卡牌游戏，但是我知道它在日本已经是第1大了，但我不太确定其他国家的数据。魔法风云会那样。对，魔法风云会、游戏王，然后宝可梦这样子。它其实是从1996年就已经发行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发展了27年了。然后它累计发行的这个卡牌数量呢，其实已经超过了529亿张，超级完全没有概念的天文数字，对，已经是超级多了。反正我小时候就有玩，长大之后又重新回坑这样子，所以蛮开心的啦。要玩这个卡牌有这么多人在玩嘛？那打进总冠军的这个难度到底是多高？其实全世界它会有很多很多个赛区，就宝可梦是非常认真的，把它有点像是运动赛事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最小的开始聊。一般我们平常玩宝可梦的时候，它是会在店家，他们会举办所谓的宝可梦日跟道馆赛。你就想象游戏的机制直接复制到现实。对啊，好酷哦！对，所以有道馆，然后大家就会去打道馆，然后打到第1名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卡片啊，或者是得到一些店家的小奖品这样子，去那边切磋。打完了道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城镇赛，叫做 TL， 就叫 Town League。那 Town League 里面呢，大概通常会是100到300人左右，有可能300多一点点。所有的训练家就会过去打。那在这里面呢，你打到比较前面的名次，就会有不同的积分。再来还有 Regional League， 像是台湾的话会分成台北、台中跟高雄3个区域。那这个区域你打到前面一样会有不同的分数。然后你在 TL 或者在 RL 打到比较前面的，可能会在下一轮的大比赛里面，你会有些轮空就对了，就是你可以拿到2轮的空或1轮的空。那1轮空其实优势就很大，因为你少打1场。然后你再打到最上面，它有这个 Champion League。那在这个里面，它通常已经会到1000到3000人之间，就全台湾所有的训练家都在这边打比赛。光是台湾就有1000多人。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最大的好像曾经有到3000，然后那个比赛是需要大家去抽奖或者去道馆赛，你得到了那一个比赛的冠军或亚军，你才有资格去比到最上面的比赛，所以它的强度就会慢慢的叠加。所以我们在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如果你是打到台湾的冠军，你会有一些资格可以直接到世界赛。然后此外呢，你就是累积分数，像这次大师组的话，你的累积积分可能要到我记得是1000多分，你才可以出国，就是全台湾前24名的选手可以出去。儿童组、少年组也是，他们有一个相应的排名。
名，然后只有一小撮的人能够出去比赛。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比赛吗？它强度到底多强？很认真哦，就是大家会为了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的练习。像我之前为了要打 CL， 我就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在练牌，因为宝可梦的对战组合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可能有像是扎奈朵的牌型、阿尔宙斯的牌型，反正有很多种啦。那每一只宝可梦或者是每一种不同的组合，它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对手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才有办法去应对它。它是一个回合制的游戏，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说我在现在的台湾环境里面大概会出现哪几种牌，那我要因为这些牌的出现的比例的高低而去调整说，那我的牌组里面有60张牌，可能要放哪些来针对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我现在这个牌打不打得赢等等的。所以运气成分一定有，我会说它有个20% 到25%，但剩下的可能会是你的构筑技术以及你的对战逻辑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蛮难的。我这样好像比较好想象，它就是有点像德州扑克的类型，它有运气成分在，但它也有需要蛮多的技巧跟练习。大家是单纯为了兴趣才很认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嘛？就是到底赢这个比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当然是好玩，我自己玩的话我就觉得好玩。但第二个是宝可梦的经济价值其实非常的高，很多人可能会算说这次世界大赛拿了冠军又怎样？但他们不知道好不好？以冠军来说就是$25,000，这个是现金的部分，然后更有价值的是其他，例如说这次世界冠军他会拿到1张卡牌，那张卡牌就只有冠军才有，所以他会有3张冠军牌，光那一张它的价值就是一定是几百万，好酷哦！而且他还会拿到其他的选手背包，就是他一过去他就会给你完整的 pack， 然后那个东西全部都是选手的，光那个东西可能你全部转卖掉，我猜也有个3万到7万之间。对，我现在都用台币讲，然后你还会得到可以去那个地方比赛的住宿跟这个旅行交通的招待。此外呢，你也可以去到那边的宝可梦中心买东西，去那边的宝可梦中心买东西会有一大堆世界赛限定的周边。光是讲其中一个东西叫做宝可梦铁盒，那个铁盒里面会有一张特殊版本的皮卡丘，光那个东西你现场买是我记得是3500日币吧，你可以马上在当下就转卖到3万日币，所以它的经济价值其实非常的高，在里面有收藏的价值，也有对战的价值，所以这2件事情凑合在一起，让宝可梦不断的发酵，然后变得很大。如果是这样，就是刚听起来全部都什么几万、几百万起跳，就是玩宝可梦卡牌是真的很花钱吗？就你要很有钱就花很钱吗？宝可梦我觉得它的机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欢迎新手加入的，就是你欢迎新手加入，你的社群才会壮大。所以在宝可梦里面，他知道今天这个卡牌游戏有很老的人玩，也有很年轻的人玩，那年轻人他们没有钱，所以他会提供基本版本的卡片，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一张5块钱、10块钱、15块，你就拿到，它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那它有很多种版本，例如说板木老大好了，板木老大它会有一个叫做一般全图 SR 版本的板木老大，但它还会有 SAR 版本的更稀有的板木老大，所以它就可以满足在收藏市场上面大家对于不同画风或者是不同稀有度的需求，然后那边就会构成交易市场，让大人可以玩。可是小孩子你拿最一般版本的东西你也可以玩，它功能是一样的，它功能一模一样，它只是比较漂亮，就这样。像是能量卡，它是宝可梦很重要的一个构成，能量卡就有普通的能量卡、亮的能量卡，或者是普通版本画的比较漂亮的能量卡、金色的能量等等。所以我可以理解成你只是在买 skin， 对，它就是 skin 它就不是一个氪金游戏。对对对，就是在这个里面，你氪金只能够买到更漂亮的东西，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你打牌的条件。所以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乐趣。你刚刚说有些可以到很贵，那最贵的卡牌是什么？目前的记录应该是有一张叫做皮卡丘插画家，那一张是$600万。$600万到底是多少？$600万，大概1.8亿，完全没概念了，已经，是不是太大？1.8亿，一张卡牌1.8亿，就是很疯啊。然后还有像是以前大家知名的像喷火龙就很贵，Logan Paul就有一个喷火龙嘛。然后像池修也很喜欢，他说他的钱很多东西都是放到宝可梦卡牌身上。那讲了那么多，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玩的？基本上你就想象刚刚讲过，你是一个训练家，所以呢，例如说我可以出一张皮卡丘，就像这张是一张皮卡丘的卡片。那皮卡丘呢，它是基础的宝可梦，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战斗区。然后在游戏里面呢，会有战斗区跟备战区，你就想象总共有6只宝可梦在游戏里面。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给这些宝可梦能量，比如说我要有基本的能量，我要贴上去，让这个宝可梦可以使出攻击，打倒别人的宝可梦，是要让别人的宝可梦昏厥，昏厥了你就可以拿奖赏卡。然后我们总共要拿到6张奖赏卡，然后这里面会有一般的宝可梦，也会有比较强的宝可梦，像是这个飞翔皮卡丘。飞翔皮卡丘呢就是比较强的，你看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框，这张你如果打倒它的话，你可以拿到2张奖赏卡。那你甚至呢可以让这个东西进化，所以我们可以让飞翔皮卡丘变成更大只的极巨化，把它盖上去，再过一回合之后就可以让它进化。那变成极巨化了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更强力的宝可梦。那这个东西打倒它的话，你可以拿3张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拿到更多张的牌，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的宝可梦
充满能量打倒对方的宝可梦，中间呢可能对方会干扰你，或者是你要去干扰别人的宝可梦，那就会有一些支援者啊、物品啊、道具的搭配。逻辑上其实是很简单，但感觉可以组合出很多不一样的赛局。对，因为宝可梦有很多只嘛，有超过1000只，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宝可梦，或者是你喜欢打这种小的宝可梦，打大的宝可梦，这都是不同的逻辑。然后你可以刚刚这样听起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游戏机制。可是因为这个很简单的游戏机制，就让大家都能够加入。这样举例来说，我现在可能去接触游戏王或接触魔法风云会的时候，它的门槛跟宝可梦比起来，真的是相对的高一些。对，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让宝可梦在这里取得了一个优势，然后再搭配，它会搭上它所有宝可梦铺天盖地的宣传。它的 IP 太强大，对，它太完整了。例如说，你今天买宝可梦阿尔宙斯的时候，他就送你一张阿尔宙斯 V， 然后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收集收一收，我就去来玩玩看。所以它会是完整的。例如说，你去看电影，它也送你卡片；买游戏、买任何东西，它都送你，然后把它做联动。所以其实它的互动机制做得很强了。然后我觉得亲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亲子宝可梦它很强调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会说我这个都是亲子游戏，我不要只让大人或者是很高深的人才能够玩得很好，小孩也可以玩。所以呢，它会创造一个复制效应，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玩宝可梦卡，我长大了之后我今天生了孩子，我就想说，我要带他玩什么来锻炼他的脑力呢？我来玩宝可梦好了，我就复制我童年的经验，然后消费者是我就再买给他玩。当大家一直在复制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持续的下去，然后越来越多人。好，那回到这次的这个新闻，就是看到台湾的小朋友拿冠军，老实说，对我们这种平凡人来说 ，OK， 不知道他强在哪里。这个东西真的很强吗？这真的很难，而且超累。他第一天他是要打5胜，他才能上去，那是预赛。预赛里面就是 BO3，所以你实际上是打5胜，但其实你至少要赢就是10场，这超累一整天。然后之后你到了第2天正式赛是瑞士轮，一样是 BO3 赛制。我记得他打了7轮之后才进到最后的 Top Cut， 然后 Top Cut 他打8强、4强，然后冠亚。所以你就想这么多场他都要一直赢，而且都不只是那个脑力，还是脑力到最后其实都很累了，真的会超级累。虽然第3天是额外可以好好休息1天再去打，但是还是很难啊。就是你不能够单说他运气好，一定要有一点技术，你才可以在这么大量的赛局里面然后打上去。然后他选择的牌组是一套我们叫做后羿放逐器，然后它是有混一个盖欧卡的一种牌型啊，反正就是。他就是有很多大量的抉择，然后他要知道赛局必须要留什么，必须要扣什么东西才可以赢得一道牌了。他比小智更快得到世界冠军。对啊，赢了，他已经赢了。虽然比小智厉害，但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就看到蛮多人就是留言说好像很厉害，但就没有什么帮助，对念书有用啊什么的。你小时候被这样讲过吗？我小时候好像还好，我家人对我玩什么东西都蛮支持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玩卡片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好处，我自己看到的就是他们会比较早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失败，然后怎么从失败当中学习。毕竟你一次打道馆可能就是5场到6场，那你中间你就会不小心输，那你输了之后你怎么不卡在那个情绪里面？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就是遇到一些抽牌就怎么抽就很烂啊，那也不是能怪你自己，那你要怎么从那个情绪里面振作纠正自己往下？我觉得这些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很难体会到的。然后同时你在跟别的人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是要跨年龄的交流、跨年龄的学习、练习自己专注啊，然后修正自己。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很好的啦，所以我不会觉得说玩卡牌对人生没有什么帮助。我现在年纪很大了，对啊。那我好奇，你当时是为什么机缘下开始玩的？就是这次回归呢，就是因为这样，我有个常看的 YouTuber 叫疯狂老爹，然后疯狂老爹呢，他就是有在玩这个，他是之前台湾有办国际版本的比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繁体中文版，他办国际比赛的时候，他拿了那个冠军，我觉得太激动了，太感人了，这个太厉害了。有一次我记得是动漫展吧，然后我就遇到了他，我就跟他打招呼说我在看研究，然后我就问了他说，我看你打了那个国际赛的版本，我觉得很激动，我也很想要玩，因为我小时候玩，有没有办法怎么入坑？你可以跟我讲一下方法。然后他就说，好可怕一句话，把自己推入火坑。然后他就说国际版快要出来了。到一起来，然后之后我就因为国际版加入了之后就开始打，一开始打其实就是也是抱着好玩的啦，就是玩，后来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我难得能够不要看荧幕的一个休闲。确实，对，因为我要很专注，我会连续专注个2-3小时，然后都没有荧幕，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放松很有帮助。然后那边的朋友也变得很多了，所以我后来就很全心的投入，然后有当他们官方的主播。最近呢，只是回归赛场，就是我先不用播了，因为有其他人可以播，那我好好的来打比赛这样子。不过我知道就是像我在网络上面也会
会看到有人说，就是都几岁了还在玩这种东西。但我的感觉是我大了也还在玩电动嘛，就没有一个兴趣其实是需要被歧视的。就像我刚刚说，那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觉得在工作上面其实蛮身心俱疲的，但是我可以在宝可梦这样子一个完全脱离荧幕的世界里面找到我热情啊跟钻研，然后又有一群好朋友，这没做什么坏事嘛，干嘛要这样就去酸人别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下一些对于卡牌游戏的成见啊，大家都是蛮好的人这样子。好的，那今天我想差不多就聊到这个地方。那最后呢，来问大家你有玩过卡牌游戏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